这个地方有一个神社，看，还有今年的运势。哎呀，嘿，大家伙早喽！1月26号，星期五了，马上就是比赛的周末。今天没有拿 Osmo Pocket 出来，今天是360 Insta 360，因为今天要在大阪城里冲刺几组，就结束赛前最后一练。今天咱们回评论，因为今天是我最后一个训练日，明天是休息日，然后后天是比赛日，很激动哈。今天的计划就是跑过10公里以上就可以，然后冲几组200米，之后就回家。我右手这条路就是大阪半马的路线其中一段，要跑过这条路3次，第一次从那边过来，然后到后边折返回来，再回到起点，然后再过来就不回来了。路不宽，是不是？行，一会儿稍微亮一点，咱们拍2组冲刺，跟大家聊聊天，回复一下各位的评论。加油干，加油干！我们前面上坡的时候就折返，我先冲2组，然后咱们聊天。我也没有设置手表，就手动看表。像赛前这2天的热身跑，一定让自己觉得有点没状态，没状态就对了。要是这2天觉得自己生龙活虎，没准状态来得太早，是不是？现在是5.34，我们跑到5.8，我一般习惯在0.8这个点上开始跑200米，这样总会有一个200米手表会响，就省了低头看了。有位小伙伴说，昨天早晨在这边跑步，跑到我们集合点的地方大概6:37，看我的 Strava 的轨迹也差不多，擦肩而过没遇到。看看有没有机会吧，不知道小伙伴是不是在这边生活的。还有几百米，咱们就先聊着。在星巴克排队那个大姐姐不像是员工，因为员工不会在客人的那个排队那个位置站第一个那样认真的排队的，她不像是员工的。这员工没必要去那么早，去那么早的员工应该都是去开门的，对吧？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出现，去年夏天、春天还有前段时间就每天都在。还有200米，一会儿就跑200米，慢300米，快200米，慢300米。今天还是挺冷的，嘴有点不利索。之后是 YouTube 的频道改了一个名字，我觉得我是很希望把 YouTube 的频道做好的，也多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也明白，虽然现在我的英文和日文字幕都是用 AI 翻译的，不是 YouTube 那个翻译，是 AI 翻译的，但是其实怎么说呢，还是讲华语的观众们、朋友们，大家多捧场。走。
西高大，哎呦！到了，200米到了，还行啊。今天穿的是2代的 Vaporfly， 就是23年东京马拉松那之前买的那双香根配色的。这双鞋现在就是我的算是训练鞋吧。然后慢跑300米，还有200米。有一位小伙伴说比赛不留余地，留余地可能那点余地就变成了下一场比赛再也逾越不过的鸿沟。您说的对，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比赛的人，不管成绩怎么样，其实都是全力以赴了。我也不会留余地，只是有时候感慨一下，岁月如梭呗，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到我有时候追不上它，只能使劲追。但是使劲追，其实你会明白，你永远追不上它，是不是？还有30多米，下一组就得看表停了。就是从6.3开始到6.5，走。6.5，我有时候想冲起组的时候这样跑，然后下一组是从6.8公里开始，这样下一组就又有手表提醒。比赛肯定是不留余力的，只是有时候就琢磨，因为到了一定的时候，你总是把你的生涯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只是不经意间可能就发现，以为还在开场的时候，但是已经过了中场，是吧？但是也没关系，回头可以多参加一些长距离的比赛，或者我特别想去2025年的悉尼去当一次 pacer。 那天也联系了认识的朋友，也许有机会能引荐，也许2025年我去当 pacer， 很期待，很期待，非常期待。又跑到转盘这儿了，还有10米，准备了，走。到了，你们看我这样跑，平均1公里是4分20。但是小伙伴们如果有机会这样跑一跑，可能要比连续的跑4分20就更刺激一些，心率到160多，然后再降下来，就像
另外一小伙伴说的特别对，就像大破节说要去参加今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很多人就觉得那奥运会怎么办呀？他难道真的就要考虑不去参加今年的奥运会了吗？因为还要竞争名额，而且波士顿的时间也不是太合适。但是也有小伙伴说，他参加过奥运会了呀，应该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我就说的特别对，所以这两天有的时候会有些紧张和焦虑的时候，会和家属聊，说今年在这边多参加点有意思的比赛，长距离的或者怎么样。我看了一个横跨日本的横跨啊，还有爬富士山的这两个，还有40米，我用什么设备拍摄？以前和今天都是 Insta360 Go 系列，效果好的时候，走了，7.3了，这组完了再说。到了，还过了20米。如果您看到清晰度比较高的，或者是看出来我努力调过色的，或者更多的是感觉有云台那种增稳，就是 Osmo Pocket 3。像现在我这个视角应该也挺稳的，只是大家会感觉到我每一步落地的时候，那一下是咣一下的，要比有云台的在 Z 轴上稍微的有一些震动。但是其实那个云台也不能解决 Z 轴的震动，就是你拿它走路拍，还是会有明显的起伏感。我们还有100米，再跑最后一组，跑到8公里，我就直接回家，差不多就结束今天的冲刺训练。不知道石川先生还掉不掉头回来，我估计不了，他可能就直接回家了。他每次都在古町4丁目还是6丁目，我记不清了，在那儿会停止。还有30米。准备了，最后一组走。好，结束，正好又完成1公里，4分26。我也没有低头看这几组都多快，感觉还行就行。所以这种短距离的冲刺心率是不会提到你那个比赛心率的。半马对我来说，平均心率得在175甚至以上，我才算是达标了，就是实现了我的努力，否则可能就是我的当时的状态不好。昨天买了能量胶留给全马用，买的贵的那个 M 开头的，是不是？这边官网有07的在优惠
一条咖啡因的和一条不带咖啡因的2条加起来1000日元，就50块钱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不到50了。买了4条，所以很期待今年波士顿看到大破节参加波士顿的感觉，就好像波士顿都是这样，要么是有些就是还是当打之年的运动员去参加，就是他们就因为大比赛可能他或者那种有世界纪录认证的比赛，他可能拿不到好的成绩，然后去波士顿，或者是呢像大破节、基普乔格这种我认为已经在下半场的运动员，然后去实现一个什么东西。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虽然现在不管有多有成就，他都有青涩和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听到已经举办了将近100年或者100多年，对他们来说应该听到的时候都已经是100多年的波士顿马拉松，总会心生一种少年的向往，对吧？对，确实已不是巅峰了，慢慢去接受。我感觉那年跑北京半马1小时17分12那年，那个时候我真的在巅峰，真的庆幸那年举办了。2021年，看前面波士顿先生姓野口，我才知道。哎呦那个波士顿先生，哈哈。那天波士顿先生做了一件特让我感动的事儿，他们去试跑大阪全程马拉松的路线，他带着他2023年波士顿的号码布完成的。波士顿先生也是红色区域，好像是5000多号还是6000多号，我忘记了。觉得我热爱跑步大于热爱成绩，您说的太对了，您是我的知音。我其实特别开心的是，不管是观众们，就屏幕前的您，还是生活中的朋友，能够通过我的只言片语，能够看到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我不骗各位，我很热爱每天的训练，但是我很讨厌比赛，真心话。我觉得比赛残酷，而且比赛怎么说呢，就那种感觉不好说。我觉得每天训练去挑战自己，这个月跑500，下个月跑600，或者时不时去挑战一次超长距离，或者在北京刷个2环，比参加比赛有意思多了。所以我从来没有那种说，当然我不是说那样不对啊，去追逐各种名额呀什么的，我很少的，除非是有的比赛我不是把它当比赛，比方说2024年的北京马拉松，我是想就解解乡愁，而且呢，我觉得我应该在还没有走到下半场末尾的时候，把自己名字写在那个9星跑者的名单上，就仅此而已。我并不想在北京跑一个多了不起的成绩，比22年快5秒就行了。就现在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是不是？还有想跑的比赛，我就特别想当配速员，想当兔子。所以明年的悉尼，对吧？而且那天我从那位东京来那位老哥，他那儿听到伦敦马拉松是接受海外兔子申请的，没有语言要求，也没有居民要求，而且还能有名额。我的梦想是我能当一次300的兔子，好像不知道300再快还有没有。如果再快有，我可以挑战一下
250或者255的兔子，再往前不行了。这位说到我热爱跑步大于热爱比赛的小伙伴，我一定要把您的名字记下来，您是我的知音啊！其实像好多我的家人都可能 get 不到这一点，因为我跟大多数就我这个想法和这个性格有的时候是挺别扭的，跟好多人不一样。行，下一位啊，有位小伙伴说，北京时间28号12点17分，Strava 上见，借您吉言啊！但是12点17分，Strava 上见不了，因为我不带手机，我得跑完看见家属，肯定是12点17分之后了。但是感谢您，借您吉言。那天的赛道特别逗，那天是我们从大阪城出发，往长居公园跑进体育场，然后大阪国际女子马拉松是从长居公园起跑，就是他在我们的终点起跑，然后他的终点也是长居公园，就是他还要跑回去，然后他们的前半程和我们的这个半马几乎是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是12点起跑，他们是12点15起跑，也就是说大概我跑到20多分钟半个小时的时候，也许可以和他们对向而过，就是这样。他们跑到我们的起点附近大阪城那儿，然后往城里绕一圈，就是往东边绕一圈，不对，往西边绕一圈，说错了，然后再绕回长居公园，等于我们冲完刺以后还要在那儿等小伙伴们一起去 party， 等的时候可能就能看到女子冲线，就是这样。那天的安排是大概所有人跑完，我们跑团的所有人跑完可能得在2点之前下午，然后再取东西整理整理，从那儿集合去天王寺，就去通天阁那塔底下，那个角有一个温泉，550日元一位，先去洗澡，洗完澡4点下午去一个居酒屋开 party， 4000日元吃喝放题，那天这么安排，所以那天的片子估计就晚点发，第2天再发。家属也会去，家属语言能力比我强，学的也比我快，哈哈，我不行。看还有吗？最后2个，觉得自己练的耐力还行，但是呢跑不快，觉得力量不行，跑起来腿软，能不能不做力量训练，只靠跑步提高？可以的，可以的。我不知道您的水平，您要是已经冲击240了，那不可以，还是得力量训练。您要是在300附近，只靠跑步没问题。最后一位，有位小伙伴看我买那个，就好多日本跑者身上贴各种，就看着跟那圆的那小膏药似的。那不是膏药，那有2种，一种是就是跟膏药长得一样的那种贴，还有一种是里边带磁极的，我都买了。那天上一次强度课我贴了，没有太明显的感觉。磁极那我还没贴，那比较贵，我试试，回头再跟大家详细说。最后就是我在 YouTube 上会发短视频，有时就是生活的只言片语，还有一些小玩意儿，主要是外出逛一逛、吃饭的小画面，希望大家喜欢吧。有时拍着玩儿。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是一个是有社交恐惧，但是我有表现欲望的那么一种性格，比较拧巴。行，那差不多，今天准备都回完了，我们训练之后见，大家加油干，加油干！1月26号星期五清晨7点20，训练结束。今天是赛前的最后一个正式训练，跑了11公里，平均配速只有5分02，但是中间冲了几组200米，具体几组我都没记住。
最快的1公里的平均配速是420，平均心率136，最大心率冲到了173，那还可以哈。他买了个季节限定的三明治，这边开始各种草莓的东西，还有那种草莓夹心那种大福，在便利店能买到那种，不是游客街的那个常年有的那种。行吧，赛前就是周日的比赛，周五这么冲2组，不管是全马还是半马，全马也是这样，全马可能就不跑11公里，可能就会跑8公里，也就是这样。半马就没有太大的所谓。石川先生果然没有掉头，应该直接就回家了。我特别期待的是，因为那天比赛石川先生按照3分42的配速给平田先生做配速员，我特别期待的是在14、15公里或者15、16公里，石川先生加速的时候，如果他能从我边上超过，我又发现了他。当然了，我要是能顶住，他会从我旁边超过；我要是顶不住，我可能就一直在人家后边。他能远远超过我的时候，我要是有机会我就开机，我要是没看见或者顶不住了，大家就见谅好吗？我还是比较期待要拍一拍终点，所以过程中跟全马的女子相像看到的时候，我估计来不及，因为不会反应那么快，大家伙理解好吗？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一起加油干，迎接这个比赛的周末，好吗？那咱们回头见，加油干，加油干！